嗨，大家好，我是吴文杰医师，今天很开心来到我们的吴文杰医师的健康笔记。那我们今天胃食道逆流专辑要介绍我们的是中医，跟着我们的胃食道逆流这个敏感性的食道的一个关联性，还有怎么样治疗。我们今天邀请的专家就是元荣医疗体系原生医院的中医部的部长林清怡部长，我们大家邀请他。大家好，欢迎他。大家好，吴医师好。你好，你好。其实清怡部长是我的同事啊。也是非常美丽的中医师，所以为我们的男性粉丝朋友也是谋得一点福利，不然他们都说我们都看西医，看我们的这个男医生看习惯了，都看不到女医生的。其实女医生更有耐心，这样可能。但是我今天提到一个专点，一个特别的一个胃食道逆流族群，就是所谓的敏感性的食道逆流。这个敏感性的食道逆流，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在一个人一天当中24小时可以接受逆流的次数，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逆流，大概可以40次以下，都可以算正常的。但是有些人就是40次以内，他比如说逆流10次或20次，他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我们帮他做个24小时胃酸检测啊，或是说96小时那种胃食道胶囊检测，真的发现他当下他说咳嗽啊、胸口闷啊、喉咙痛啊。当下真的是跟逆流有直接相关，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所谓的敏感性的，次数不多，逆流次数不多，但是却会感到痛。那这敏感性的病人通常吃胃药不会有什么效果啦。所以后来发现说这样的病人到底是什么？他会说我是神经病吗？我是自律神经失调吗？其实这样的病人不一定是自律神经失调对，所以还是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主要是食道这个感觉神经比较浅层，比较敏感。但是确实有一半的这样子的族群，有一半的人真的有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个情况，包括有忧郁症、恐慌症、焦虑症、A 型人格等等。那这个其实我不是专家，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请到中医的专家，这个自律神经失调的专家，刚才讲就是我们林部长。林部长，请问你们在这种自律神经失调，在你们的中医是怎么看，然后怎么去发现这些症状跟治疗？OK， 自律神经失调的话，其实跟西医的理论呢也是没有差太多啦。那我们讲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贵在调和。那所以其实所谓的失调，就是本来我们的交感、副交感它的这个系统，它应该就是要按照它的节律出现，但是它没有，甚至有一些患者他是交感过亢或副交感不足的那些患者，那么他的就是胃或者是他的食道就会特别容易，也许就是像刚刚就是吴医师讲的，就是他很容易就会被诱发。对，它就是特别的浅层。不过另外我也想要请问一下，吴医师有没有观察到说这类患者他们的那个黏膜会不会特别的干燥，或者是特别的薄？有，他们常常会说这个黏膜很干啊，嘴巴很干啊，会痛啊。是，而且有蛮多他们都会有去，譬如说合并去看干燥症的门诊之类，或者是肠燥症之类，都会合并其他地方的问题。没错。所以像这样的患者的话，您都是怎么样治疗他？然后有没有什么饮食上的建议？OK， 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要开一些中药，让他心情好。中药也可以让心情好可以，而且武器还蛮多的。欢迎来我的门诊取药。对，那其实这边我就可以带大家看到这些中药呢，我特别选了一些，它就是可能也同时又有食疗剂，就是它不一定是药物，是，也许我们在市场啦，或者是在一些就是干货店啊、中药店就可以买得到的。那这里先看到这一列。这一列的话呢，这些就是它既能够舒压，又能够缓解胃食道逆流的药，包含了像以茯苓来讲的话，茯苓它本身就是它是可以健脾，对，那它可以健脾的话，譬如说我们常看到有一些舌苔很厚，容易水肿。那一些患者的话，其实它搭配就是茯苓使用，它就会就是肠胃的机能会比较好。那另外还有像是陈皮，然后麦门冬这个，像我们刚刚提到干燥症的患者，他们就非常适合使用麦门冬这个药物。对，特别像我有一些患者，就是他如果是又同时刚好胃食道逆流并发会有心悸胸闷的症状，对，或者是说他真的量下去心跳都非常的快。那我们就会用那个麦门冬为主的方，甚至直接用麦门冬汤去帮助他们。那另外这个浮小麦，浮小麦意思就是这个它丢下去，因为它是麦的那个壳而已，所以它丢下去它是会浮在水上的，它叫做浮小麦。那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叫做甘麦大枣汤，这个汤呢它很棒，就是好喝。甘麦大枣汤，所以它就是甘草、浮小麦跟红枣。是，但是我在这边没有放红枣，为什么？因为患者如果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的话，他如果吃到甜的，
怕它就是又会再并发。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要搭配的话，我们可以用麦门冬来取代，对，就不用红枣，或者是要用红枣的话，要用晒干过的红枣，才可以比较避免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的状况。对，所以这个就是我推荐比较能够帮助，就是又能够舒压，又能够缓解胃食道逆流。因为其实像坊间很多舒压茶，他们喝下去都会啧啧，对他们都舒压茶会啧啧，为什么会啧啧？这个蛮有趣的，为什么会觉得舒压茶会啧啧的？蛮多其实，譬如说都是欧洲的草药嘛。哦。对，那譬如说什么洋甘菊啦，或者是说一些什么薰衣草啦、薄荷，但其实对我们来讲，它是属于比较寒凉的。那我推荐这个都是比较温性，或者是比较润的。所以这些除了是要到诊所看医生拿，还是说自己去药局、中药铺拿，还是说可以去外面市场买得到？其实是建议这样啦，就是说可以跟医生询问。像大家看到我这个图片啊，全部都是我们的药局拍的。哦，药局就对，我们自己中药局拍的，因为我们进的是安心药材，所以我相信大家对于茯苓或茯神跟茯苓不一样，茯神的话又多了安神的功效。那大家看到的应该都是长成像一片的，可是我们的是几粒几粒，一颗一颗像骰子一样的形状，因为我们就是用安心药材，就是会比较不担心，就是安心药材到底什么叫安心药材？就是它会做一些检验，包含过滤掉重金属、黄曲毒素、农药残留，然后生菌素这一些，它都做完检验之后，因为我们如果要当茶饮喝，直接热水冲泡就把它喝下去，对，没有煮过的话，会建议这样，是，对，所以大家如果有信任的，就是中药商也可以跟他询问说，我要就是来源比较安心的药材这样子，对，吃了会安心的，没有错，这个。这样子不错。那自己说会不会好像还有四神汤是？对，为什么这蛮好喝的，好喝，而且呢，其实大家会发现里面没有薏仁。对，这个我取的是那个卫福部他们的那个介绍。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肚子饿了睡不着嘛。常常肚子饿的睡不着嘛，然后又怕会有热量问题。对，但其实如果我们这个时候丢一点低 GI 的淀粉下去，就可以安心的睡觉。所以其实像山药就会是一个蛮好的莲子。所以其实我本来要推荐大家的是什么？就是把茯苓啦、山药啦、莲子一起煮一煮，我就想说那就是四神汤了嘛。所以但是你就不要放什么排骨大肠啦，因为就是如果你是譬如说晚上睡觉要喝的，那你再炖，而且要有咸，要咸，因为要有点咸，比较不会胃食道逆流。是。对，但是就是不要加油的东西下去炖煮。对啊，你就是把它放进电锅里面熬到它生烂之后，然后拿来吃，这样子就是不会肚子饿到睡不着，而且又可以安神，又可以消水肿，这里消肿防夜尿，又可以除湿气。对啊。我想要四神汤，因为我蛮喜欢吃四神汤。开始肚子饿，然后嘴巴口水一直流。那有没有什么 NG 饮食是我们中医师特别提醒病人 ？OK， 其实像刚刚有提到嘛，有一些患者他觉得他焦虑，他就去买一些安神的茶饮来喝，甚至买花茶什么之类的。花茶也有多少还是有效果吧，对不对？有效，舒缓的效果。对于舒缓有效，可是在胃食道逆流的时候就不能够空腹喝。对，尤其可能譬如说他们会放一些会有酸味的，譬如说果粒啊，或者是一些花，那其实它会诱发胃食道逆流。所以其实以我们来讲啊，就是说偏凉性的食物，它也会容易去诱发到。对，那这种 NG 饮食，我蛮常发现在有一个族群的，就是纯吃素食者。或者是他就是 vegetarian， 就是不是完全素，就是他会觉得说我要吃生机饮食，然后每天就是吃什么生菜沙拉啦，然后鸡胸肉那一种族群这样子，他们就会找不到原因的，就是胃食道逆流，然后很焦虑。那这个时候我就跟他推荐说，其实你需要一点热汤，或者是说你要调节你摄取蛋白质的，就是一天蛋白质的量，其实应该要按照我们国健署或是按照营养师的建议，合理的吃蛋白质的量。之后其实他们的症状就稍微的可以缓解。所以你说的是寒性的食物，在中医有所谓的寒性食物吗？有。所以寒性食物是可以去上网可以查到很多表格，所以说这个都是寒性的。对，是这样子对。所以下次我们还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哪些食物是寒性食物，哪些是热性的食物。是。那基本上是肠胃科的病人哈，我们或者我个人的饮食习惯好了，我还是觉得说冰饮啊，还是少吃啦。没错。但是说偶尔喝可以，但是
对肠胃道还是不是挺好的。所以如果喝温热汤啊，温热的东西，其实人会比较舒服，然后这个安神也会有效果嘛，对不对？对，寒性啊。第二个就是刺激性的饮食，刺激性的饮食，对，过辣的烧烤大辣，或者是一般我们房间会讲卡色对，那一些也都会，譬如说花生坚果单吃，然后没有配其他的东西，这些也都会，或者是蚕豆之类的。是，最后我问请主任说哦，就是说在胃食道逆流病人，他有时候会吃西药，那当然你去看中医又吃中药，这个西药跟中药之间到底要怎么吃，相隔多久会比较安全，或是您都怎么跟病人喂教 ？OK， 如果像因为我的患者蛮多都是同时也有吃那个吴主任治疗的药物，我们是跨科会诊的，对，没有错。那当然我会给他搭配针灸啦，对，那个效果更好。他如果是经络的关系的话，搭配针灸。那另外我就会跟他讲说，因为我开的是会护胃的药物，对，那所以其实我的可以在饭前吃。因为基本上会建议说，中西药最好是间隔至少要1小时。如果很忙的年轻人真的没有空的话，也最好间隔半小时。那如果有一些老年人或者是代谢比较差的重症的，可能要间隔到2小时。对，那所以我间隔1小时的话，就变成中药饭前吃，然后西药饭后吃，这样就比较好把那个时间给拉开来。我觉得今天讲到非常重要的点，也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的林清颖部长，来为我们的分享。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胃食道逆流的这个敏感性的舒压的舒缓的一些食材还有安心的药品的食材，自己可以回去处理，或者说找你的医师啊去做个购买这样子。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些 NG 的饮食方式那中医其实这一块它也是蛮重要的，是我们肠胃科医师的很好的伙伴，因为不只是用药物，它还有食疗，然后还可以用针灸。其实很多的病患，尤其是胃食道逆流长期治不好的病患，他们比较能够接受是用食疗的方法。所以你刚刚讲那个四神汤的那种，四神汤也不可能每天喝了但是它一些这些食材的搭配，确实是对病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未来以后搞不好我们胃食道逆流中心外面就放一个什么的甘草各种甘草浮小麦给观众看一下红枣汤让大家一起喝一下把胃食道逆流治好，这样子也许会有很好的帮助，对不对？是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